你听说过工人罢工，听说过企业家罢工吗？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阿特拉斯耸耸肩》，特别厚，上下两册，1400多页，我看了1个多月才看完。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安兰德，他是美国的一名哲学家、文学家。我之所以给前面加一个引号呢，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从哪个正统的哲学史或者文学史上面读到这个人。因为用我自己刻薄一点的角度来讲吧，他其实是一名畅销书作家，或者说是一名观点推销员。这本《阿特拉斯耸耸肩》呢，就是他的代表作，包含了他的一些主要观点。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经营铁路的女企业家，有一天她身边的优秀的助手都对她说我要离职了，但是都没有给任何理由，只留下了一句话，叫做谁是约翰高尔特。一开始他可能觉得说因为薪资的原因他们想要跳槽，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是从此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然后与此同时，他的所有的合作的企业甚至是竞争对手，要么全部就垮掉，要么就是一把火给烧掉，反正就是经营越来越差。社会上也越来越混乱，不管是银行、建筑、钢铁，还是其他的普通生意，事故都越来越多，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这个时候，这名女企业家和她的男朋友，一名经营钢铁公司的男企业家，一起努力维持着这个混乱的局面，但是他们宣称自己只是为了自己赚钱，不是为了任何的公共利益。他们这种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议。有的人就说他们的那些发明都不过是偷了别人的。还有人说他们不应该拿自己的发明赚钱，因为整个社会所有的发明都是建立在人类的共同知识基础上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发明任何东西。还有人说他们就是赖在工人身上的寄生虫，最后国家出面威逼利诱，夺走了他们锌合金的配方。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秘的人出现，要带他们去一个地方，叫做亚特兰蒂斯。他们到了之后发现之前所有的企业家都在这里，原来他们罢工了，要在这边建立一个金钱至上的世界。在这个地方的口号是我不为别人而活，也不要任何人为我而活。在这个地方不用交税，也不允许帮助、救济、慈善，所有的一切都要拿金钱来交换。这些企业家认为自己一直在受着普通大众的剥削，总有人要他们为别人做贡献，但是只有在亚特兰蒂斯，他们才是为自己而活。哪怕银行家在这边只是一个卖面包的，企业家在这边只是一个服务员，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削他们了。这里就需要介绍到阿兰德的一些思想了。他自称为是哲学家，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之为客观主义哲学。那客观主义哲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用他自己最简洁的方式介绍，大概是4点。第一，形而上学是客观现实；第二，认识论是理性；第三，伦理学是私利；第四，政治上是资本主义。第一点和第二点没有什么独创性，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都知道，它无非就是说物质世界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后呢，人是可以认识规律、利用规律的。它的第4点呢，也没什么好说的，无非就是为资本主义辩护而已。它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就是第3点，私利，也就是利己主义，就是小说里面所说的我不为任何人活，也不要任何人为我而活。他是坚决反对利他主义的，也就是反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他认为你只要同意一个人可以为了集体牺牲自己，这种想法就会被坏人利用，去剥夺别人的财产和才能，最后变成独裁。他的这种反对坚决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小说中说的，他反对税收，反对救济，反对慈善，反对任何不收钱的帮助。他认为利他主义就是无能的人对有能的人的一种憎恨。我们不能够创造，就用这种方式去剥夺别人的成果。如果剥夺不过来，我就要毁灭。因为我会觉得毁灭比创造更有价值，从这种方式里面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这本书的想法非常偏激，也有点洗脑。它描写的是一个空想的社会，就是空想资本主义。但是在现实中，没有哪个银行家会仅仅出于对利他主义的反对，就去一个穷乡僻壤卖面包。所以
空想的理论都很吸引人，但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到底谁是约翰·高尔特呢？谁是约翰·高尔特呢？谁是约翰·高尔特呢？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